我去 4S 店取自己送去保养的豪车，却被告知车早已经被我老公取走，还没来得及打电话质问。那辆熟悉又招摇的粉色库里南正好从我旁边开过，可上面坐着的不是我丈夫，而是一个陌生女人。我神色疑凝，直接一脚油门撞了上去，对方气吼吼的下来，说要摇人来给我一个教训，可来的却是我那结婚3年的丈夫。我边注意那辆粉色库里南，边给沈墨打了个电话。老公，我出差前送去保养的那辆粉色库里南，你帮我取了吗？那边沉默片刻，声音笃定。没呢，那可是你的爱车，没有你同意我哪敢随便动啊。这车是我爸妈送我的28岁生日礼物，我十分爱惜，平时自己都不怎么舍得开。有一次沈墨趁我不在，偷偷把车开了出去，我发现后朝着他发了好一通脾气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碰过这台车。我刚下飞机，你现在去取车，开它来机场接我。沈墨声音惊喜。老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可是去 4S 店取车还要浪费时间，我直接开家里的车过去接你行吗？想早点见到你。不行，我声音坚决。待会儿我要先回爸妈家，他们看到我开它会更高兴。好吧，都听老婆大人的。他回答得很快，但我仍没错过那一闪而过的迟疑。挂断电话，我猛踩油门，对着前面粉色库里南狠狠一撞，硬生生把他逼停在路边。小姑娘脾气暴躁，气鼓鼓地叉着腰下车，用力地拍我的车窗。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？看把我车撞成什么样了！我隔着玻璃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，她穿着洗旧的白卫衣、帆布鞋，和我那辆昂贵招摇的粉色库里南站在一起，显得有点滑稽。车玻璃雾蒙蒙的，我摇下车窗，才终于看清了她的长相，并不亮眼，但很眼熟。终于肯露面了，我还以为你要一直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，出来道歉，我可以考虑走保险。她神色高傲，不屑地扫了一眼我的车，不然你非得赔得倾家荡产不可。我沈笑一声，联系保险公司需要车主本人，这车应该不是你的吧？毕竟你这浑身上下加起来也不够买这车一个轮胎的。被我戳穿，他脸皮涨得通红。我男朋友的早晚都是我的，我现在就让他过来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笑容消失，手指在方向盘上轻点着，不知道他这个男朋友能不能兜住我的怒火。沈墨在半小时后赶到现场，那小姑娘一见他就委屈地扑进他怀里哭。我瞳孔一缩，即使早已经料到这一幕，可眼眶还是忍不住泛起酸意。沈墨一脸紧张，轻声安抚地拍着他的后背。你人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他举着手，委屈巴巴地朝沈墨撒娇。没受伤，就是拍对方车玻璃的时候手有点痛。沈墨揉了揉他的手，笑着打趣他。早说我开车送你，你非要逞这个强。就你那开车技术，不提也罢。我怎么啦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1个月就拿到驾照的人，好不好？竟敢小瞧我！他嗔怪地看了一眼沈墨，用力捶了一下他的胸口。我手痛还不是怪你，来得这么慢，我都快被人欺负死了。好一个郎情妾意，心脏传来密密麻麻的疼痛。我面无表情地摇上车窗给沈墨发消息。在路上了吗？窗外响起沈墨给我设置的专属铃声，他看了一眼消息，问他：阿璇，那辆库里南的车钥匙你带了吗？我今天要用。顾璇朝着身后的被撞得稀烂的库里南努了努嘴。我忘记和你说了，我今天出门开的就是它，亏这车还这么贵，质量也太差了点，稍微一撞车屁股就瘪了。沈墨的神色肉眼可见的焦灼起来。你不是答应我不开这车出门，只是给你那些朋友看看吗？开出门就算了，怎么还偏偏被撞成这个样子？顾璇委屈的皱起眉。沈墨，你怪我？我是你女朋友，开一下你的车又怎么了？以后我们结婚，我还要用这个车当头车呢。我被这话逗笑了，又给沈墨打了个电话，可他看都没看，竟然直接挂断，低声哄顾璇。我是担心你刚拿到驾照，一个人开车不安全，我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就好。顾璇气呼呼的叉着腰，指着我的方向跳脚。要不是他开车不长眼睛，我怎么可能会被追尾？他刚才还敢嘲讽我，你现在就去帮我教训他。沈墨宠溺的点头。好，好，好，但我要先打个电话。话音刚落，我的电话铃声响起。老婆，我刚才在路上出了车祸，要不你先让林助理去接你吧，我怕你在机场等急了。我沈笑一声，看着离我不到50米的沈墨，脸不红心不跳的和我撒谎。严重吗？你没受伤吧？只是追尾而已。对不起，老婆，都怪我心急见你，在马路上不停超车，所以才不小心碰坏了你的爱车。顾璇等急了，扯着嗓子和他撒娇。沈墨，你好了没啊？他慌乱的捂住听筒。我怎么听到你那边有女人的声音？是那个撞我车的女司机，不仅技术奇差无比，还和我扯皮不肯走保险，烦都要烦死了。是吗？沈墨，你回头看看，
我摇下车窗，正好和他四目相对。他不可置信，跌跌撞撞地朝着我走过来。顾璇跟在他身后，指着我告状：“就是他！我在路上开车，开得好好的，他莫名其妙就撞上来。”你给我闭嘴！沈墨厉声朝他吼道。顾璇叉着腰，神色愤怒：“沈墨，你凶我干嘛？你一个大男人，难道还怕他一个女人不成？”而他白着一张脸，声音颤抖：“老婆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”我打开车门下车。我要是不回来，还真不知道你背着我偷偷在外面养了个女人。沈墨，你还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。我扭头看向顾璇，他的脸青了又白，不可置信的喃喃开口：“你是沈墨的妻子，怎么可能？”我朝他走近了几步，扬起手就要扇他。沈墨立刻将他护在身后，结结实实挨了我一巴掌。我们之间的事儿回去慢慢说。顾璇是无辜的，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心，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，骗他和我在一起。顾璇心疼地抚上他的脸，神色从迟疑慢慢变得坚定。沈墨，我不怕，当被人唾骂的小三又怎么样？我不在乎。人生短短3万天，不管以什么身份，只要我能陪在你身边就好。我沈笑一声，扬手往他另一边脸扇了一巴掌。装什么装？你结婚戒指天天戴着不离手，他会不知道你是有妇之夫？两个臭味相同的贱人还在我面前演上了。沈墨，明晚之前给不到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会让你知道背叛我的下场。沈墨回家的时候，我刚结束一场跨国会议，3天后是他的生日，我早就计划好，提前把国外的项目收尾，准备偷偷回家给他准备一个惊喜。没成想，他先给我扔了一个炸弹。你和他什么时候的事？沈墨跪在我脚边，语气卑微3个月前，我从一帮要钱不要命的混混手里救下了他，看见他的那一刻，我就像看见了从前的自己一样。我沈笑一声，垂眼看他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爱上了曾经的自己？沈墨，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多了，开始怀念从前那种食不果腹的日子了。沈墨母亲生他时难产，父亲在娶后，继母对这个丈夫前妻拼死生下的儿子很是讨厌，觉得他天生命硬，刚出生就克死自己的妈妈。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他16岁，在大雪天一个人蜷缩在路灯下等死。那天是我妈40岁生日，我难得发了一次善心，叫司机停车救下了他。我帮他摆脱了原生家庭，暗中资助他继续上学。后来再见面，他恰好在地震中救了我一命。我许下承诺，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，可以无偿帮他一件事。可现在，他却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，拿着当初我给他的玉佩，求我原谅他这一次。我一时糊涂，因为心软犯下大错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抬起他的下巴，和他对视。沈墨，你究竟是怕和我离婚，还是怕我生气弄死顾璇？我天生霸道，自己的不要的东西，宁愿毁掉都不会拱手让给别人。他攥着我的手，对天发誓：我对顾璇仅仅是怜惜之情而已，偷偷把车借给他，只是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而已。我爱的人只有你一个，这辈子我也只心甘情愿为你一人上刀山下火海。这话我信，因为沈墨是真的为我挡过5刀。2年前，我爸退休，把整个公司交到我手上，可我那因为好赌早早被爷爷扫地出门的大伯，却气红了眼。他愤恨自己沦为家族弃子，更不满我爸让一个女人继承公司，为了报复我，甚至不惜偷偷蹲守在地下停车场想杀我。我毫无防备，是沈墨下意识冲出来，用自己的身体为我挡下了这5刀。有一刀距离他的心脏大动脉只有3厘米，差点让他当场就一命呜呼。从 ICU 转到普通病房那天，我哭着骂他傻，他却笑了笑。傻瓜，因为我爱你啊，就算是为你去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言犹在耳，可这个曾经能为我挡刀挡枪的男人，却在今天把另一个女人抱在怀里亲哄。他希冀地看着我，我笑了笑，接过他手里那块玉佩，他松了一口气，我却突然变了脸色。只因拿到的那一瞬间，我立刻就察觉到了不对。这是我家的祖传玉佩，我从小佩戴，20年从不离身。当时为了彰显诚意，才把这东西给了他当信物。结婚后，我曾向他讨要，他却说：“这可是我们的定情信物，你怎么能说要回去就要回去？”可现在情变了，连所谓的定情信物竟然也被调了包。我强忍住怒火，没有声张，暗地里让助理去查一查真玉佩的下落。当晚，我没有让他进房间。你知道我从小就有洁癖，等你什么时候把身上和他有关的味道清理干净，再说进主卧的事。我真的没有碰过他，不信你看。先走。好。他神色失落，转头又默默进了浴室。我心里有气，用力把门一关，却不小心震掉了床头上方挂着的婚纱照。刚准备叫佣人进来收拾干净，相框背面的一处凸起却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我用手摸了摸，却找到了一张卡在里面的照片，拿出来翻开，映入眼帘的却是顾璇和沈墨的婚纱照。他们竟然去拍了婚纱照，甚至还大胆到挂在我的婚房主卧里。我翻了主卧里的其他合照，却发现我们所有的照片后面竟然都放了一张他和顾璇的合照。我气得半死，气势汹汹的准备去找沈墨算账。助理却在这时候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桑总，我在您车上发现了一些东西，可能需要你亲自过来看一下。”
林助理把一张内存卡放到我手里。您出差这段时间行车记录仪被人开了，一直没关，内存已经爆满。播放前，您最好做个心理准备。我攥紧那张卡，手心竟紧张的出了汗。当即和旁边的工作人员借了电脑，可当我看到录像内容时，却差点气得一拳砸烂眼前的屏幕。前不久还信誓旦旦，甚至对天发誓向我保证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的沈墨，下一秒，他和顾璇赤条条的在车上亲吻的视频就出现在了我面前。看着眼前不堪入目的画面，我合上电脑，冲去洗手间吐了个昏天黑地。桑总，您还好吧？我强压下那股恶心，脑海里的画面却始终挥之不去。把他们那段视频剪辑单独出来，明晚之前发到我邮箱。还有，帮我找个厉害的离婚律师草拟离婚协议，我要沈墨尽释出户。回到家，沈墨像往常一样泡了杯蜂蜜柚子茶，坐沙发上在等我。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忙工作？你刚从国外出差回来，正是需要休息的时候。沈墨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事瞒着我？沈墨急头白脸的发誓，恨不得能用刀把自己的心剖出来给我看。老婆，我真的没有，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这一次呢？我冷着一张脸，直接把那个被调包过的玉佩砸在他脸上。那我问你，真正的玉佩去哪里了？他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捂住自己的眼睛。什么真的假的？你把它送给我之后，我就一直贴身带着，从不离身。他捡起地上那块玉佩，指着背后的一道裂痕。你还记得吗？这是当时在地震中掉在地上被砸出来的裂痕。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是不是谁在你耳边嚼舌根了？我深吸一口气。行，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我们离婚。沈墨终于怒了，戴了一天一夜的完美假面，终于被他亲手撕扯了下来。桑榆蝉，我都跪下来给你赔礼道歉了，你还想闹什么？我神色平静，随你怎么想，反正婚我是一定要离的。我看你就是故意没事找事，挑我的刺儿。他气得直接把玉佩往桌上一扔，转身进了侧卧。当晚，林助理就把视频连着离婚协议一起发进了我邮箱。第二天早上，沈墨似乎冷静了一点，他特意给阿姨放了假，亲自给我做了一顿早餐。我站在楼梯口，冷眼看着他在厨房里忙前忙后，看到我没动，他主动走到我面前，牵住我的手，把我拉到餐桌前坐下。你胃不好，我专门给你熬了养胃的小米粥。老婆，对不起啊，昨天晚上我情绪不太好，所以才和你说了那些重话。我也是一下气过头了。你可以怀疑东西被人调包了，但不能怀疑我对你的爱是假的。我冷笑一声，吩咐他：“那你帮我去卧室把我们的婚纱照拿下来。”他小心地捧着相框下楼。确实该擦了，相框上已经落了不少灰。我走过去，抬手把后面的挡板拆开，他和顾璇的婚纱照慢悠悠地从里面飘了出来。沈墨，我真不知道你有什么脸和我说出那种恶心的话。他面色苍白，无辜地拉着我的手。老婆，我真的没有拍过这种照片，就算我真的拍了这种照片，怎么可能蠢到挂在卧室里？老婆，我对你是不是真心，你这些年一点都感受不到吗？我和沈墨确实曾经相爱过，如果不是因为这样，我也不会选择和他结婚。毕竟我这样的家庭，大多数时候都会优先选择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。那时候我是真的以为能和他走到最后，可我却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站在我这个高度的人，不可能再像一个普通的女人一样，去全心全意的把他当成天一样依赖他。而沈墨却恰恰需要这种被依赖、被需要的感觉，所以他出轨了顾璇，甚至光明正大的在我面前玩起了灯下黑。如果不是昨晚婚纱照不小心被震掉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碰那张婚纱照，更不会知道这对狗男女竟然嚣张到了如此地步。我把离婚协议书甩在他脸上，沈墨看都不看，抬手撕碎。我不会离婚，更不会签字。我只好给林助理打了电话，让人来我家把沈墨的东西扔出去，顺便找几个保洁把我家里里外外的检查一遍。沈墨双眼血红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桑榆蝉，你凭什么？当年要不是我拼死救你，你早就死了几百回了。所以你更应该庆幸，否则今天你没法好手好脚的站在我面前说这种话。我沈笑一声，转身离开。桑总，这是您要的所有有关顾璇的信息。大肆在读，沈墨这狗东西竟然也下得去手。目光落在最后一面的合照上，我缓缓勾起唇，有意思。让盯着他的那些人先按兵不动，他会来找我的。晚上下班，我接到了我爸给我打的电话。你和沈墨又闹矛盾了？一大早他就哭着来找我和你妈，哭的那叫一个伤心。这次他又做了什么惹你生气了？这次还把他东西都扔出来了，真是让人看笑话。我和沈墨之前不是没有吵过架，但都是因为一些小事，压根闹不到我爸妈面前。但我是真没想到，沈墨这次竟然会不要脸到去找我爸妈。我要和他离婚，你们直接把他赶出去就好。我等会儿回家和你细说。晚上回家，沈墨还赖在我爸妈家里没走，我爸提前等在门口。沈墨还在里面陪你妈呢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夫妻之间哪有什么隔夜仇？我扯了扯唇，可笑不出来。爸，他出轨了。我略去行车记录仪，把昨天的事简单和他说了一下。他气得火冒三丈，气势汹汹地冲进去给了沈墨一拳。你个王八蛋，在外面养女人还敢来告状，我打死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！沈墨吓得直往我妈身后躲，但他不知道
我外公外婆早早离婚，就是因为外公在外面乱搞找小三。我妈这辈子最恨出轨的男人。沈墨被我爸打得趴在地上，我勾唇，抬起高跟鞋踩在他背上。我爸妈爱屋及乌对你好，你不会还以为他们真把你当亲儿子了吧？从现在起，我不会让你签字离婚了，你直接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就行。我和沈墨曾签过婚前协议，出轨的人要净身出户，所以他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的签字离婚。他被我打得在地上直打滚，我扭头吩咐管家，让人把他给我扔出去，越远越好。客厅安静下来，我妈心疼地拍拍我的肩膀。阿婵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我笑了笑，妈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不会因为一个男人就要死要活的，更何况是一个满嘴谎言、早就变心的男人。第一次见顾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眼熟，直到那天我看到那张大合照。2年前，沈墨以个人名义在自己的母校 A 大设立了奖学金，而顾璇是第1届得奖的学生。那张大合照沈墨曾经发给过我，所以我才会觉得顾璇眼熟。如果说之前是愤怒，现在的我只觉得很期待，期待和他无比相爱的顾璇在知道真相、撕破脸皮的那一天会是什么表情。不出我所料，第2天顾璇就主动找上了我。他在公司楼下大吵大闹，任凭保安怎么驱赶都无动于衷。他第13次被保安赶出公司的时候，我正好下楼吃饭。我朝着保安挥了挥手，放开他。你闹这么一通不就是为了要见我，还不跟上？顾璇怒目圆睁，气冲冲地跟在我身后。包厢里，他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，你这个狠毒的老女人，竟然把沈墨赶出了家门！我皱起眉，老女人这3个字实在是刺耳。你知不知道他在外面淋了1夜的雨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他就淋成傻子了。是吗？我笑了笑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顾璇愣了一下，那你这次可闯大祸了，这可是沈墨专门给我准备的苦肉计，你把人带走了，他还演什么？不可能！他斩钉截铁，沈墨答应会娶我，甚至连祖传的玉佩都给我了。至于你，要是识相就赶紧答应离婚，免得到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什么都捞不着。我看着挂在他脖子上的那个眼熟的玉佩，怒上心头，直接抬手将玉佩硬生生从他脖子上扯了下来。他脖子被绳子划出一道口子，汩汩往外冒血。我说东西被沈墨弄去哪里了？原来是在你这里。顾璇疼得眼泪直掉，捂着自己的脖子愤愤地开口：“你还给我！”我细细摩挲了一下，确认是我的那个玉佩。你抢得走沈墨送我的玉佩，但是抢不走他对我的爱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和沈墨连婚纱照都拍好了，就挂在你们的主卧里。哪怕你是风光无限的沈太太又如何？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。沈太太多稀罕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称呼我。我转了转手腕，扬手往他脸上扇了一巴掌。顾璇，你一个赘婿养在外面的小三，在我面前狂什么狂？顾璇白皙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一个鲜明的巴掌印，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赘婿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还真是可笑，竟然为了自己的面子说出这么大言不惭的话。我笑了笑，是真是假一问就知。沈墨，你准备在外面躲到什么时候？他穿着病号服，额头上还贴着退热贴，应该是一路刚醒就从医院狂奔过来的。顾璇像是有了主心骨，立刻跑去了他身边。沈墨，他在说谎，对不对？你能给 A 大捐赠了一整栋楼，还能花1000万设立了助学奖学金，一个赘婿怎么可能有这个能耐？原来是这样，我笑了。顾璇，你这背调工作做得不到位啊！给 A 大捐楼的是我，设立助学奖学金的人也是我，教学楼侧面墙上的最顶端还挂着我的照片和简介吗？你是一眼都不看啊？沈墨家庭和我相差甚远，哪怕和我结婚，也无法完全融入上流社会的圈子，所以我怒砸1000万，以他的名义在 A 大设立了助学金，就为了给他博一个好名声。那天我本该和他一起去颁奖，可我恰好有一场重要的收购案，所以让沈墨一个人去了。没成想就是这一次阴差阳错，竟然让他认识了顾璇。沈墨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你哑巴了，说话呀！沈墨被他纠缠的不耐烦，反手就把他推倒在地上。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招惹他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养在外面解闷的巫医罢了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要不是你当初故意装可怜，设计我救下你，我和桑桑怎么可能会走到离婚这一步？他一把撕下粘在自己脸上的退烧贴，扔在顾璇脸上。我惹我老婆生气，跪在外面反省天经地义，轮得到你来管？果然，沈墨骨子里还是自私自利。他对顾璇也许有喜欢，但远远比不上他心里的利益。只有和我在一起，他才能拥有现在的一切。顾璇傻眼了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前几天还对他百依百顺的沈墨，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。沈墨，你贱不贱？我19岁就跟了你。沈墨沈笑一声，反唇相讥。你不贱，19岁就知三当三，破坏别人的家庭。他气得浑身颤抖，用力往他脸上甩了一巴掌。你王八蛋！我笑眯眯的在旁边拍手鼓掌。爱人反目成仇，还真是一场好戏啊！今天这一趟来得值。沈墨几步走到我身边，愤怒的指着顾璇。要不是他故意勾引，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？
像这种心怀鬼胎的学生根本不配拿助学金，更不配继续在 A 大念书。我认可地点头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至于你，先回去请个好点的律师吧。我转身离开，身后的顾璇尖叫一声，不顾自己脖子上的伤口，直接拿着桌上的餐具朝着沈墨砸了过去。开庭前，我和沈墨在法院门口碰上，他苦口婆心，话里话外都是劝我放弃诉讼离婚。桑桑，其实我们之间没必要闹到这一步。他拿出手机对在我面前，上面正是顾璇在学校被人唾骂、围攻的画面。我已经给了顾璇足够的教训，现在整个京大的人都知道他是人人喊打的小三。如果你不愿意，以后在京市你永远都不会再见到这个人。我抬起眼，沈墨，你觉得我介意的是顾璇，我介意的一直是你啊！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今天是顾璇，明天就有可能是李璇、张璇，我不可能次次忍让，任由沈墨把我的脸扔在地上踩。更何况，我们曾在婚前签过离婚协议，谁出轨谁就净身出户。当时的我尚且不知道这是保护自己财产的有力保障。沈墨笑了，眼里闪着势在必得的光芒。桑桑，你怎么这么单纯？哪怕你财富滔天，光凭你一张巧嘴，也无法让法官信服。但到时候全天下都会知道，大名鼎鼎的桑总被人戴了绿帽子。你威胁我？我只是提醒，至于听不听还是看你自己。我已经请好了律师，奉陪到底。他双手一摊，彻底不装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好啊，我拭目以待。法官面前，无论我的律师怎么说，沈墨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直到我拿出那份从行车记录仪里面拷贝出来的录像，将近1000万的豪车，行车记录仪不管是在声音还是画面方面，全都是顶级。两人暧昧的声音传遍整个现场，沈墨的脸色当场就绿了。最后，法院判决沈墨为婚姻过错方，净身出户。离开前，我挑衅地朝着他扬了扬手里的离婚判决书。我送的这份离婚大礼，你满意吗？他气得咬牙切齿，站在原地无能狂怒。桑雨晨，我得意地笑了笑，转头和我爸妈去吃饭庆祝离婚。半个月后，我回了一趟京大，将曾经以我们俩名字共同命名的于墨助学金更名换姓。和校长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顾璇正好失魂落魄地从隔壁教务处走出来。校长恭敬地站在旁边和我解释，她就是那个破坏您家庭的女学生，您放心，我已经把她的学籍开除了。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他愣住。那您的意思是？让他继续上学吧，毕竟是寒窗10几年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寒门学子。我和沈墨的事儿已经解决完了。校长点头答应，我在他身后跟了一路，路过的同学无一不对着他指指点点。就是他当小三还沾沾自喜，现在被学校开除，无处可去了，活该！做什么不好，偏偏当小三儿，真是给我们学校的学生丢人。他还以为自己攀上了个大老板，结果是个赘婿，太搞笑了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我做什么事要你管？顾璇气得脸通红，梗着脖子和对方对骂，再敢在背后嚼舌根，我撕烂你们的嘴！他气吼吼地扭过头。还有你，看到我现在这样，你心里一定特别解气吧？我勾唇，确实很挺解气，但我有必要澄清一下，在学校散播你谣言的不是我，让学校开除你的更不是我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有野心是好事，但是想靠男人来换锦绣前程，你简直是大错特错。学校这边我打过招呼了，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念书，只要你这1年能忍受这些闲言碎语。他愣在原地，轻声开口：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插足了你的家庭，还抢走了你的丈夫，你就不怪我吗？当然怪，你们俩苟且还弄脏了我的车。但是怪能有什么用？我还能让你赔吗？就你得赔个倾家荡产。我摆摆手，这是我和沈墨之间的事儿，就算没有你顾璇主动勾搭，也会有别人。更何况能被抢走的东西，本来也不独属于我。和沈墨领完离婚证后，他像是突然在京市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半年后，他却创业成功，春风得意地从南方城市重新回到京市。第一件事就是来公司挑衅我。桑雨婵，我早就说过我的能力比你强100倍、1000倍，你如今能站在这里，只是靠着家里祖祖辈辈积攒的资源罢了。而我单枪匹马就能站在这里和你一较高下。当年我们结婚后，沈墨曾隐晦地提出想要接手公司的部分业务，但被我爸坚定地否决了。我当时年轻，并不理解我爸的决定。我对沈墨的了解可能不如你，但是我足够了解男人。如果他足够爱你，就不会在意自己是在家照顾你，还是在公司帮你的忙。时至今日，我终于理解了我爸当初的决定。这人给点颜色就能开染房，有点成就，尾巴都能翘上天了。是吗？我期待你在京市站稳脚跟和我叫板的那一天。才怪，下辈子都不可能有这么一天。沈墨还真以为自己是经商天才，短短半年就能把一个公司搞得风生水起，殊不知是由我在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这么做，
怎么骗沈墨把这么些年藏的私房钱全部砸进去呢？破产那天，沈墨疯了一样朝着我冲过来。桑昱禅，是你对不对？绝对是你在背后给我做局！我笑着伸手拍了拍他的脸。沈墨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心眼小，睚眦必报，你敢背叛我，我必定要剐下你一身皮。我曾舍命救你，最后竟然落得这么个下场。早知道当初我就该让你死在那个地下停车场里。我一怔，可惜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他又哭又笑。要是有下辈子，我绝不会救你。我沈笑一声，要是真有下辈子，我也一样。沈墨破产的消息在京市商圈传得很快，毕竟一个赘婿净身出户后，半年内白手起家、身家过亿的故事太过传奇，人人都等着看他如何杀回来打前妻的脸。可这个故事只风光了不到2个月，如今他站在我公司楼下，西装皱巴巴的，领带歪到一边，头发像是几天没洗。昔日那个意气风发的商业天才，此刻狼狈的像个流浪汉。桑昱禅，你给我出来！他在楼下大喊大叫，引来不少路人围观。保安拦着他不让进，他就扯着嗓子在外面骂：“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我当初瞎了眼才会娶你！你不就是仗着家里有钱吗？有本事我们堂堂正式比一场！”我站在落地窗前，端着咖啡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林助理敲门进来：“桑总，需要叫警察吗？”不急，我笑了笑，让他再闹一会儿。可是林助理犹豫了一下，楼下已经有不少媒体在拍了，那不是正好？我放下咖啡杯，让他们拍，正好让全京市的人看看背叛我的下场是什么。林助理不再多说，默默退了出去。我在窗边站了10分钟，看着沈墨从怒骂变成哀求，从哀求变成哭诉。桑桑，求求你出来见我一面！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那些钱是我的全部身家，你让我以后怎么活呀？我放下咖啡杯，拿起外套下了楼。看到我出现，沈墨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他推开保安，跌跌撞撞的朝我跑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。桑桑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绝情。我抽出手，退后一步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沈墨，你来我公司楼下闹是要做什么？他张了张嘴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桑桑，你给我一条活路吧。当初你卷走我几百万私房钱去南方创业的时候，可没想过给我留活路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那些钱是我爸妈给我零花的，你1分都没还。沈墨脸色一白，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是吗？我笑了笑。那你净身出户的时候，怎么没把这笔钱算进去？他哑口无言。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支票，在他面前晃了晃，沈墨的眼睛立刻亮了，伸手就要来抢。我收回手，当着他的面把支票撕成碎片。你以为我会给你钱？我冷笑一声。沈墨，你想得太美。他的表情从希望变成绝望，再从绝望变成仇恨。桑昱禅，你会后悔的。我等着。我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他歇斯底里的怒吼。沈墨破产的消息很快上了热搜，赘婿净身出户后创业失败，桑昱禅前夫沦为流浪汉，各种标题党层出不穷。我坐在办公室里刷着手机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林助理在旁边欲言又止，想说什么就说。桑总，沈墨现在真的挺惨的，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听说这几天一直在瞧。我抬头看他，你在同情他？林助理连忙摇头，不是同情，就是觉得您做的是不是有点过了？过了。我放下手机，他出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过了？他把别的女人带上我的车，拍婚纱照挂在我的卧室里，有没有想过过了？他卷走我的钱去创业，回来当着媒体的面羞辱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过？林助理低下头，对不起，桑总，是我多嘴了。我知道你是好心，我叹了口气，但有些人不值得同情。就在这时，前台打来电话，张总，有位顾小姐要见您。顾璇，我挑了挑眉，让她上来。10分钟后，顾璇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。她瘦了很多，原本圆润的脸颊凹陷下去，眼睛下面挂着明显的黑眼圈，洗旧的白卫衣换成了更旧的灰色外套，帆布鞋的。桑总，她站在门口，声音低低的，进来坐。我指了指对面的沙发，顾璇小心翼翼地坐下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。找我有事？她咬了咬嘴唇，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放在茶几上。这是沈墨之前给我的钱，一共23万，我没怎么花，大部分都在这里了。我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想还给你。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知道这些钱可能不够弥补什么，但我能还的只有这些了。我看着茶几上的银行卡，沉默了很久。你为什么突然想还钱？顾璇低下头，眼眶红了。因为我看到沈墨在楼下闹的视频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在想，他吸了吸鼻子，如果有一天我也被他骗光了所有，我会不会也变成那个样子？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。你还在上学，这23万对你来说不是小数，你确定要还？顾璇抬起头，眼睛里含着泪，但表情很坚定。我想清楚了，沈墨不是真心喜欢我，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解闷的玩具。那些钱我不要了，你自己留着吧。不行，他摇头。
我拿了心里不安。我查过了，这钱是你给沈墨的零花钱，本来就是你的。我叹了口气，把银行卡推回去。我说了，你留着，就当是我给你的补偿。顾璇愣住了。补偿？对。我站起来走到窗边。你被沈墨骗了感情，被学校的人指指点点，被开除了学籍，这些不都是因为我吗？可是我自己主动的。你还年轻，犯一次错没关系。我转过身看着他，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错在哪里？顾璇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插足别人的婚姻，不该觉得自己年轻漂亮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他哭得泣不成声。我爸妈供我上学不容易，我却差点把自己的前途全毁了。我走过去，递给他一包纸巾。哭完了就去学校好好上课。校长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只要你成绩跟得上，没人敢再开除你。顾璇擦了擦眼泪，站起来给我鞠了一躬。桑总，谢谢你。别谢我。我摆摆手。你要是真想谢我，就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个有用的人，别再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了。他用力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走到门口时，他突然停下来，回头看我。桑总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沈墨来找过我。我挑了挑眉。他找你做什么？顾璇咬了咬嘴唇。他让我来找你求情，说你心软，只要我哭一哭，你肯定会原谅他。所以你来找我，不是因为良心发现？不。顾璇摇头。我来还钱是真的想通了，但他让我来找你求情这件事，让我彻底看清了他。怎么说？他一边让我来求你，一边还在骂你。顾璇的声音低了下去。他说你是个恶毒的女人，说你仗着家里有钱欺负他，说他早晚会让你后悔。我靠在办公桌上，双手抱胸。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……顾璇抬起头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我觉得他配不上你。这句话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你之前不是还说我配不上他？我之前是瞎了眼。顾璇苦笑一声。这半年我看了很多关于你的采访和报道，才知道你有多厉害。大学没毕业就开始帮家里打理生意，26岁就接手了整个公司，还把业绩翻了将近1倍。他顿了顿。而我呢？我只会撒娇发脾气，伸手要钱，我凭什么跟你比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你还年轻，有的是时间成长，但记住，永远不要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自己。顾璇红着眼眶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了。林助理推门进来，一脸八卦。桑总，那个小三来找您干嘛？还钱？还钱？林助理瞪大眼睛，他疯了吧？我笑了笑，把银行卡递给他，去查查这张卡里的钱，然后以他的名义捐给 A 大助学基金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该走的路。我看向窗外。至于我，不需要他的钱，也不需要他的愧疚。林助理接过卡，嘀咕了一句：桑总，您真是我见过最大度的女人。大度？我摇摇头。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妈打来电话。阿婵，听说沈墨破产了。活该。我妈在电话那头咬牙切齿。那种人渣就该天打雷劈。我笑了笑。妈，别为这种人生气。我不是生气，我是心疼你。我妈的声音软了下来。你说你这几年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人呢？年轻不懂事呗。那你现在懂事了？我妈试探性地问。有没有合适的对象？妈认识几个世家的公子。妈，我连忙打断她。我才离婚不到1年，您能不能让我清静清静？好好好，我不催你。我妈叹了口气。但你记住，不管什么时候，爸妈都在你身边。挂了电话，我躺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发呆，手机突然震了一下。是林助理发来的消息。张总，查到了，沈墨破产后一直在到处借钱，他之前那些所谓的朋友，没一个愿意帮他。我回了一个字，还有一件事，林助理很快又发来消息，我听说他在找律师，想起诉您。起诉我什么？说您设局骗他投资，涉嫌经济诈骗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沈墨啊沈墨，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沈墨果然找了律师，而且还是京市最有名的那家律所，专门打经济犯罪官司的那种。林助理把律师函放在我桌上的时候，脸色很不好看。桑总，沈墨这是要跟您死磕到底。我拿起律师函看了一眼，随手扔到一边。他起诉我什么？说您利用内幕信息诱导他投资，导致他血本无归，涉嫌经济诈骗。林助理顿了顿，他还找了媒体，准备把这件事炒大。有意思。我靠在椅背上。他哪来的钱请律师？借的高利贷。林助理压低声音，我听说他借了300万，利息高的吓人。我挑了挑眉。他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。林助理犹豫了一下。桑总，要不要我们也请律师？不急。我站起来走到窗边，让他闹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可是你想想，我转过身，他起诉我需要证据，他有什么证据？我给他的每一笔投资建议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的，
那些合同可都是他自己签的字。林助理恍然大悟，所以您从一开始就在防着他。我没回答，只是笑了笑。3个月前，沈墨从南方回来，春风得意地站在我面前挑衅。那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回来找我麻烦，所以我把每一步都算好了。他投资的项目都是我精心挑选的，表面上看利润丰厚，实际上风险极高，但只要操作得当，完全可以在崩盘前全身而退。可沈墨太贪了，他不仅把自己的钱全部投了进去，还借了一屁股高利贷往里砸。我给了他无数次撤资的机会，可他不信我，他只信他自己。开庭那天，我提前10分钟到了法院，沈墨站在门口，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，脸色蜡黄。看到我，他恶狠狠地瞪过来。桑榆禅，今天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我平静地看着他。沈墨，你确定要打这场官司？怎么，怕了？他冷笑一声。晚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把所有证据都交给了律师，你就等着坐牢吧！我叹了口气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一旦开庭，事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少在这假惺惺！沈墨咬着牙。我今天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你桑榆禅是个什么样的蛇蝎女人！我不再说话，径直走进了法庭。法官落座后，沈墨的律师率先开口。尊敬的法官，我方当事人沈墨先生起诉被告桑榆禅女士，利用内幕信息诱导我方当事人投资高风险项目，导致我方当事人损失全部财产，金额高达……我坐在被告席上，耐心地听着。沈墨的律师说的唾沫横飞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头上。他说我故意隐瞒风险，说我在合同中设置陷阱，说我利用沈墨对我的信任实施诈骗。等他说完了，法官看向我的律师，我的律师站起来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：法官大人，我方请求展示证据。他打开投影仪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份份合同。这些是沈墨先生亲自签署的投资协议，每一份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和指纹。协议中明确标注了投资风险，风险等级从 R1 到 R5， 沈墨先生选择的全部是 R5 最高风险等级。沈墨的脸色变了，他的律师站起来反对，这些合同是被迫签署的。被迫？我的律师笑了笑。那请沈墨先生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每一份合同都有他的亲笔签名？为什么每一份合同他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？法官看向沈墨，被告律师说的有道理，请原告方提供证据。沈墨的律师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。我站起来，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。法官大人，我这里还有一份证据，请展示。U 盘里的内容被投影到屏幕上，是一段录音。桑桑，这个项目真的能赚钱吗？能，但是风险很大，你要想清楚。有多大？大到可能会亏光所有。那你呢？你投不投？我不投，我不需要冒这个险。那我也不投了。沈墨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想证明自己，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。好，我投。录音放完，整个法庭鸦雀无声。沈墨的脸色白得像纸。这是你剪辑的？法庭可以鉴定。我看着他的眼睛。沈墨，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每一次你问我风险，我都如实告诉你，是你自己贪心，是你自己不肯收手。你胡说！沈墨猛地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。你就是故意设局骗我！你恨我出轨，恨我背叛你，所以你要毁了我！法官敲了敲法锤。原告请冷静。沈墨不管不顾，冲过来就要打我，法警立刻上前拦住他，把他按回座位上。我看着他被按在地上挣扎的样子，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。这个男人曾经为了我挡过5刀，这个男人曾经在地震中救过我的命，这个男人曾经跪在我面前说要为我上刀山下火海，可现在呢，他变成了一个疯子，一个被仇恨和贪婪吞噬的疯子。法官大人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我放弃追究沈墨先生的诽谤责任，只请求法院依法判决。法官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最终判决，沈墨起诉桑榆禅经济诈骗一案，证据不足，驳回全部诉讼请求。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。沈墨瘫坐在椅子上，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弯下腰，轻声说了一句话：沈墨，如果你当初没有出轨，这些钱本来就是我们2个人的。他的眼睛红了，嘴唇颤抖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直起身，转身离开。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，阳光刺得我眼睛有些疼。林助理撑着伞走过来：桑总，您没事吧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没事，回去吧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忙。沈墨彻底完了。官司输掉之后，高利贷的人开始疯狂追债。他东躲西藏，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，跑回了他老家，那个他16岁就想逃离的地方。我听林助理说这些的时候，正在吃午饭。我夹了一块红烧肉，漫不经心地问：他那个继母肯收留他？不肯。林助理摇摇头。他继母把他赶出来了，说他是个丧门星。他爸倒是想管，但被继母一骂就不敢出声了。那他住哪儿？听说在一个废弃的工地上。林助理叹了口气：桑总，他现在真的挺惨的。我放下筷子，看着窗外。林助理，你觉得我过分吗？林助理愣了一下，连忙摇头：不过分，是他先对不起您的。可我有时候会想，我顿了顿，如果不是我设局，
他可能不会沦落。桑总，您不能这么想。林助理认真的看着我，是他先背叛了您，是他先骗了您的钱，是他先来挑衅您的。您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在保护自己。我没说话，而且林助理犹豫了一下，就算您不动手，他早晚也会出事。他那个人太贪了。我笑了笑，你说的对，他太贪了。可贪心的何止沈墨呢？当初我救他是因为心善，后来我嫁他是因为心动，现在我要毁他是因为心死。每一步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怨不得别人。下午我去了 A 大，顾璇正在图书馆里看书，看到我来了，他愣了一下，连忙站起来。桑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路过，顺便看看你。我在他对面坐下。学习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。这学期我拿了奖学金，不错。我点点头，有出息。顾璇低下头，犹豫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：桑总，我听说沈墨的事了。他真的那么惨吗？你觉得他惨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顾璇摇摇头。我不可怜他，我只是觉得害怕。怕什么？怕自己变成他那样。他抬起头，眼眶有些红。如果不是您拉我一把，我现在可能也跟他一样，什么都没了。你不会。我认真的看着他，因为你知道错，沈墨不知道。顾璇的眼泪掉了下来，我站起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好好读书，将来有出息了，记得请我吃饭。他用力点了点头。离开 A 大，我开着车在街上转了一圈，路过一家花店的时候，我停下车，买了一束白玫瑰，然后我去了一个地方，墓园。这是我外公的墓地。我外公去世已经10年了，他是唯一一个在出轨后还被外婆原谅的人。不是因为我外婆大度，而是因为他死得太早了，死在了小三的床上。我把花放在墓碑前。外公，我又来看你了。风吹过墓园，带来一阵凉意。我离婚了。我在墓碑前坐下。您当年要是没死，肯定会骂我。外公生前最疼我，他总是说阿婵要嫁个好人家，不能像他一样让家里人伤心。可我还是嫁错了人。不过没关系。我笑了笑。我已经把那个人收拾了。外公，您在天上看着，一定会觉得解气吧？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我妈打来的。阿婵，今天晚上回家吃饭，你爸亲自下厨。好，挂了电话，我在外公的墓前又坐了一会儿，才站起来离开。走到墓园门口的时候，我碰到了一个人，是沈墨。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，蹲在墓园门口，像是在等谁。看到我，他站了起来。桑桑，我停住脚步，看着他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他张了张嘴。我来看看咱妈。我妈不是你妈。我冷冷地说。沈墨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知道。他的声音很低。我就是想来看看他。我看着他，沉默了很久。沈墨，你现在后悔吗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苦笑一声。后悔有用吗？没用。我摇摇头。但至少能让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沈墨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，他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我后悔，后悔出轨，后悔骗你，后悔去告你。可我最后后悔的是当初在停车场救了你。我的心猛地一缩。如果没有救你，我就不会和你结婚，就不会知道有钱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我就会老老实实在老家待着，娶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，过普普通通的日子。他抬起头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是你让我看到了更好的世界，然后你又亲手把我推回了地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字一句地说。沈墨，我没有把你推回地狱，是你自己走进去的。他愣住了。我给你钱，给你机会，给你尊重，可你不满足，你想要的越来越多。你出轨，你骗我，你把我的车给别的女人开，你把别的女人的照片挂在我的卧室里。我看着他的眼睛。你告诉我，是谁把你推下地狱的？沈墨张了张嘴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是你自己。我转身离开。沈墨，是你自己。身后传来他压抑的哭声，我没有回头。半年后，沈墨的消息越来越少。林助理偶尔会跟我提一句，说他在老家找了个工作，在一家小工厂里当保安，高利贷的人还在追他，但他每个月都会按时还一点，虽然不多，但至少没有再躲了。顾璇毕业了，他考上了研究生，还是 A 大的，学的金融。桑总，我考上研究生了。临走前来找我，说要请我吃饭。他兴奋得像个孩子，眼睛里全是光。不错。我笑了笑。不过说好了，你请客。没问题。他拍了拍胸脯。虽然我现在没什么钱，但请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。我们去了学校旁边的一家小餐馆，顾璇点了一桌子菜，全是便宜的。张总，等我以后赚大钱了，再请你吃好的。好。我夹了一筷子青菜。我等得起。吃饭的时候，顾璇突然问我，桑总，您有没有想过再结婚？我愣了一下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就是觉得你一个人挺孤单的。
我不孤单。我摇摇头，我有工作，有朋友，有家人。至于结婚，我想了想，再说吧。顾璇点点头，没有再多问。吃完饭，我送他回学校。路过校门口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块刻着于墨助学金的石头，现在已经改成了于禅助学金。桑总，谢谢您。谢我什么？谢您让我知道，女人可以不靠男人活着。我笑了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记住这句话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都不要忘了。我开车回家，路过那条熟悉的路，那是我第一次撞上沈墨的地方。现在路边开了一家新的咖啡店，装修得很漂亮。我停下车，走进去点了一杯拿铁。店员是个年轻的小姑娘，笑起来很好看。姐，您是第一次来吧？要不要办张会员卡？好啊，我办了一张会员卡，坐在窗边喝咖啡。窗外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我妈发来的消息。阿禅，你林阿姨的儿子从国外回来了，长得可帅了，要不要见见？我笑了笑，回了一条：妈，我不急。你不急我急，你都30了。30怎么了？30正是好时候。你就嘴硬吧。我放下手机，看着窗外，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。远处，一辆粉色的库里南缓缓驶过，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忍不住笑了。那辆车早就被我卖了，换了新车之后，我很少再想起那辆粉色库里南。可今天看到它，我突然想起了很多事。想起我爸妈送我那辆车的时候，我妈说：“阿才，这是你的嫁妆。”想起沈墨第一次开那辆车，我跟他大吵一架。想起我在 4S 店门口撞上顾璇的车，想起那段时间的愤怒、痛苦、不甘。可这些情绪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。我拿起咖啡杯，喝了一口，苦中带甜，就像人生。手机又震了，是林助理发来的消息。桑总，下周有个新的项目，需要您亲自去看一下。好。走出咖啡店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晚风吹过来，带着初秋的凉意。我突然想起一句诗：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可人生从来不会只如初见，有些人注定只是过客，有些事注定只是经历，而我还要继续往前走。回到家里，我泡了个热水澡后便躺下了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喂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桑桑，是我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是沈墨。你换号码了？他的声音很低。以前的号不用了。找我什么事？沉默了很久。桑桑，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我靠在椅背上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见我，也不想听我说话，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不是为了求你原谅，就是想跟你说一声。他的声音有些哽咽。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，下辈子我不会再做这种事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沈墨，下辈子的事，下辈子再说吧。这辈子，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。下辈子，我不会再救你。